水仙子。从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国家，有一个磨坊主和他的妻子。他们有一个很大、很漂亮的磨坊。他们靠磨坊经营为生，但他们一直为没有孩子而哀伤。突然，不知道什么缘故，谁都不去他们的磨坊磨粮食了。于是，他们越来越穷。可怜的磨坊主整天都很痛苦，觉得他们一定是被谁给诅咒了。晚上，他走到磨坊水闸那里坐下，唉声叹气。突然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听着，可怜的人，我可以帮你消除烦恼，你会比你以前更富有。只是你需要给我一种现在你家没有的有灵性的动物。”可怜的磨坊主想了想：“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是猫还是狗，或者别的？好吧，我同意，就那样吧。”磨坊主心里觉得好受了一些，就回家了。但是还没到家，他的仆人就向他跑来：“快来吧，老爷，太太生了一个很帅的儿子。”哎呀，大事不好了！磨坊主赶快跑回磨坊水闸那里：“你给我出来！你这个坏家伙，你想抢走我的孩子！”但没人回应。磨坊主回到家，告诉了妻子发生的一切。他们互相依偎，抱头大哭。他们不知道孩子会怎样，什么时候会被带走。磨坊主和妻子如同掌上明珠般地呵护着孩子，他们从来不让他去磨坊水闸那里。孩子长大了一点后，他们就告诉他不许去那里，因为水仙子会把他带走。孩子也从来不去那里，总是绕路避开。他们发了财，村子里没有比他们更富有的人了。他们放下一枚金币，第二天就变成了2个。就这样，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。儿子长大了，他们把他送到护林人那里当学徒。护林人很喜欢这个孩子，因为他很灵活，很聪明，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小伙子经常去森林打猎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了一只很漂亮的鹿，他刚瞄准，鹿从他眼皮底下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第二天，他出去又看到了那头鹿，那头鹿好像专门是来引诱他的，连续3、4天都这样。有一天，小伙子的妻子说：“你每天去哪里呀？也不吃也不喝，总是围着森林转。注意，别到磨坊水闸那里去，别在那里出事啊！”“我不去那里，我只是在森林里打猎。”他又去打猎，最后追到了那只鹿，把它射杀了。他把鹿皮剥下来，但剥皮时他把身上沾满了血，于是他决定去河边洗一洗。他把刀插在地上，把帽子放在刀上，然后把背带放在旁边。当他把2只手放进水里时，水中冒出2个手臂，围住了他的脖子，把他拉进了水里。他的妻子在家等他，左等右等不回来，于是她跑去森林，跑到磨坊水闸那里，看到了她丈夫的帽子和背带。天哪！她公公老是提在嘴边的事情发生了。她在水岸上跑上跑下，水仙子，把我的丈夫还给我！但水面一片寂静，她跑得精疲力尽，很快睡着了。在梦里，她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茅屋，那里住着一个老妇人。她知道很多事情。她醒了过来，按照梦里所看到的，朝着小茅屋的方向出发了。她敲开了门，和老妇人哭诉了她的遭遇。“不要紧。”老妇人说，“等月圆之时，你到那个地方，坐在水边，我给你一把梳子，你用它在那里梳你的头发。”
姑娘等到月圆的时候，走到了岸边，她披散开她的头发，开始梳理。奇迹发生了，水开始沸腾起来。她的丈夫从水里探出了头，但是一言不发，水又淹过了他的头顶。他的妻子回家告诉老妇人发生的事，老妇人说：“明天你带一台纺车过去，在那里纺纱。”他也照做了。他带一台纺车到水边，在那里坐下，开始纺纱。他纺着纺着，水又沸腾了。她的丈夫又从水里冒了出来，露出了他的腰，但他们还是说不上话。第3次，老妇人给了他一把笛子。姑娘，第3天晚上，你过去用这把笛子吹一首忧郁的曲子，你会看到会发生什么的。姑娘又照做不误，她坐在那里吹笛子，水突然沸腾了。她跳进水里，紧紧地拥抱着她的丈夫。突然起了风暴，浪把她和她的丈夫分别带到了河的两岸。他们被浪抛得相距很远，都看不见对方。小伙子当了猪倌，他的妻子当了厨师。猪倌每天都把猪赶出去吃草，他的妻子每天都给人做饭送到地里。有一天，他送午饭的时候，看到有一个猪倌，他走过去，想和他认识一下。聊着聊着，妇人问他是从哪里过来的。小伙子告诉了他是怎么出生的。水仙子把他抢走了，使他们夫妻不能相聚。听到这些，妇人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，她认出了她的丈夫。在那里，他们互相拥抱，互相亲吻，然后一起回家了。他们生了很多孩子，一起幸福地生活着。有谁不相信，可以自己去问问他们。